那京都最顶级的花糕铺子白玉京，如今在咱们幽州也开了一家分铺，就在花荣对面。我也想着今日买一盒来给娘尝尝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那白玉京的掌柜说是久仰豪商江柔的大名，非要送一盒招牌的梅花糕给您尝尝，分文不收。我怎么推辞都没用呢。乔乔，您这人虽然不在江湖，可仍然有仰慕者。哎呀，这白玉京的糕点连盒子都这么精美，我还是小时候在东都吃过。娘，这等精巧的糕点得配上最精致的器皿。殷红，随我去厨房拿些好碟好碗来。娘，这梅花糕有何不妥？白玉京原是我娘家的产业，那我怎么不知道？它不只是个花糕铺子，其实是你舅舅布下了一张传递重要消息的大网。若是一般的消息，就犯不上白玉京如此兴师动众。今天这梅花糕能送到我手上来，说明是有天大的事情。嫣儿竟还记挂着我和念明。陈一母的心。待大事功成，妹亲迎长子重聚东都，再续天伦。嫣儿与双亲缘浅，还在襁褓中，父母便双双病故。我父亲同他父亲是至交，就把他认作义女，一直养在我们家里。那时候，他、我还有念明，我们三个是一起玩大的。嫣儿性子天真柔和，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执拗的事情，便是非要嫁给梁王。唉，你瞧瞧她在信里说的，等她当上皇后，念明便是相国，我是一品诰命。真到那时候，我们这一家人又能像小时候那样在东都团圆呢？那您的意思是投奔陈一母？嫣儿，她总不会害我的呀。我也相信一母，她定然是盼着咱们好。只是一母所托非人，梁王行事不择手段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。你还记着他拿我的婚事做法子，用咱们家换取政治筹码的事吗？他这人本就不是良善重义之人，江家、顾家乃至天下百姓在他眼里，不过只是棋子罢了。而且梁王之所以能建制东都，是因为各州节度使们并不能拿他做出头鸟。就算他黄袍加身，那也是逆臣贼子，这各州虎视眈眈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唉，我上了岁数，这眼眶子浅，也罢。如今顾家是你们当家，终究要去哪里，还是由你们决断吧。这些时日，
咱们与范汉的清楚，范结实是真心为百姓，希望天下安定的人。咱们若是真的想要团圆，那还是应该坚持最初的想法，扎根幽州才是。会团圆的，娘。等天下太平了，咱们就救出舅舅，再把掌柜的们都寻回来，一起回扬州，像以前一样。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娘是聪明人，一时念旧，会想明白的。可咱们既然暂停幽州，若是被人发现和梁王有这层关系，恐怕对咱们不利。姨母姓陈，不姓姜，一时都还瞒得住。可如今梁王是天下的靶子，这层关系迟早会被挖出。与其让旁人发现，不如我们自己跟范结实说，占个清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不能太过直接。我还是先找周兄商议一番。周兄，我有事和你说。我有重要的军务在身，明日找你协商。梁王妃是我姨母，周兄，真不能说。你或许是没听说，前些日子，我父亲抓了梁王手下的一个探子，连家带口还有家眷全部都杀了，一个活口不留。就此，我知道你生性正直，你们顾家虽与梁家有瓜葛，但是绝非同一路人，这我都知道。可是我父亲生性多疑，做事又不留余地。眼下这个时机，说巧也不巧。如果你贸然行事，说不定会给你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周将军和节度使向来宽仁，此次雷厉风行，看来真有迁王的打算。此次会议正为此事，但说回来，对你们顾家说不定是个机会。见其行事。这帮饭桶都是些什么鸟节度使？秋风听赏的时候，一个个挤破脑袋呀！现在圣上用得上他们了啊！一个个都他娘忘了本了，一帮缩头乌龟王八蛋！哎，兄弟啊，如今已经不是你我跟随父辈征战沙场的时期了。各地的节度使，他们都做壁上观，守着自己的地界儿，囤积兵马，只想做他们的土皇帝。周爷，如此机密军务，你带个外人来，成何体统？顾大哥不是外人，他是我大哥。你们都进来吧，九司也进来。现在是用人之际，不拘于官职的大小。梁贼以黄袍加身，自称天子，纠集30万反军，围困东都，狂妄之极啊！如今各州拥兵观望，打着坐收渔利的主意，为君父分忧，乃义不容辞。我等幽州将士，理当出兵，亲王讨逆。诸位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疑问，都不必掖着，说来听听。范伯伯，恕我直言，幽州就算倾尽全境军事，也不过10万。
与这30万叛军相比，实在悬殊。如果我军能与他州将士合纵连横，多方围剿，可能机会还会大一些。正面与良贼交锋，你们大家说说，胜算能有几成？不足3成。倾尽我们幽州的全部军力，才能获得3成的胜算。诸位，你们觉得值得吗？值得。范伯伯，打不打得赢一场仗是一码事，该不该打一场仗是另一码事。大哥说的对，我们是大荣的子民，理应誓死捍卫大荣。说得好，将军，末将10岁给您牵马，如今这把年纪了，还愿再为我大荣拼一回。爹，周伯伯，我也愿意去。末将也愿意。好，不愧是我幽州的将士。好。可还有一个问题，粮草不足。没错，幽州的粮草储备只够百姓过一个冬天的。若是10万大军勤王，每一个士兵则要配3个后勤兵，这样算下来，40万的人马就扑了进去。若想要40万的人马后顾无忧的话，额外还需要大约30万担粮草。顾家愿为节度使分忧。兄弟啊，筹粮，说到底呀，就是做生意。要是论起做生意来，的确没有人比顾家更合适。可是筹备军粮，责任重大，和普通行商岂可同日而语啊？可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但是我听说，他们顾家商号真正的掌舵人是主母江氏。从那双举以来，精神大不如前。那他们顾家还能有人有这样的魄力和手腕，一力去办吗？我曾随周叶长史下扬州采买军需，与顾家商号做过生意。顾家的那位少夫人柳氏，就是江氏的接班人。这个小女子相当厉害，手腕与魄力也都是少见的。听说，她来到了幽州之后，便真正掌舵了顾家商号。像捐赠家产这样的决定，也是她与顾九思2个人做的。哦，顾九思之妻，竟然是这样的人物。那筹措军粮，让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范兄，如若非要这样，顾家需立下军令状，还有，只能让柳氏一人南下筹粮，顾家以及其他人，包括那个顾九思在内，都要扣在幽州，方才稳妥。兄弟，他们顾家已经为我们幽州捐出了全部的家产，如今又南下辛苦的去筹措军粮，倘若再如此，兄，我知道你仁义，向来呢又讲究用人不疑，可是军粮事关战局啊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谨慎为上。好吧，他们顾家如果真能够尽心尽力，那也算是大荣义事了。没想到我们和辽王这层亲缘关系，
比之前想象的风险还要大。不过，若是我们能为幽州将士筹到粮草，镇守后方无忧，也是我们顾家并无二心的最好证明。没错。这回我们欠周大哥好大一个人情，多亏他提点。其实周大哥这个人并不是不懂谋算，只是他心性纯善，待人以诚，为天下事为朋友考虑的时候心如明镜，思虑周到。不过，咱们家毕竟是外人，要想博取范节使和周将军的信任，没那么容易。要是他们让咱们立军令状的话，有没有胜算？眼下各州粮食都紧俏，胜算真不好说。不过，就算要立军令状，也要领下这桩差事。咱们想到一起了。梁王谋反，始终会牵连顾家，唯一保全我们的方法，就是背靠幽州。顾夫人，为秦王大军筹措粮饷，需要立军令状，你愿意吗？民妇愿意。顾夫人，军令如山，若约期已到，未筹到30万担粮食，当拿顾家全家试问。其中轻重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民妇明白。顾知县，尊夫人南下筹粮，你就留在望都，辅佐少主，不得有失。属下领命。好，众位将士，立即回营整装待发，明日一早，随我同周将军一起出征。是。大兄，你也要上战场？咱们两个幼年之时，便在疆场上并肩杀敌，何时分过彼此啊？这可不行，你得留在幽州主持大局。对付一个良贼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不要再逞强了，你就像一头大公牛一样，仗着自己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总是在阵前冲啊杀呀。如果我不在的话，谁给你当冷箭呢？范兄，好了，就这么决定啊！幽州就让玉儿来坐镇。爹，玉儿想跟您一起上战场，杀贼讨逆。玉儿啊，幽州的职责，将来就落在你的肩上。这样吧，叶儿，你跟玉儿一向交好，你就留下来，跟九思一起辅佐玉儿。范兄，叶儿资历尚浅，没有经验。末将愿意，末将愿意留守幽州，辅佐少主。好，众位将士，我在年幼之时，就随同父亲南征北战，亲眼见到先皇在马上打下这锦绣江山，开创了大荣元德盛世。可是，到现在只不过几十年的光景，也落得个4分5裂的境地。如今，要保护我们大荣的百姓，就全靠我们幽州了。此番出征，艰难险阻，虽九死一生，马革裹尸，也要铲平敌寇，保护百姓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是。这位大哥，顾大哥，玉茹嫂子，这位大哥，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谁不想去上战场？玉儿，快别这么说了，快去帮你爹整理行装，不必担心。